青池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今晚可不可以陪我吃一顿烛光晚餐？几天不见，青池你又变帅了。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？只要你说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看在我这么诚恳的份上，就陪我过个快乐的结婚纪念日吧。镜子前的蓝又薇一脸崇拜的双手交握，轻眸微闭，貌似许愿，脸颊染满红晕，唇角现出动人的梨涡。他忽然睁开眼睛，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吐了口气。可怜他和沈清池结婚4年，连这些话都没勇气当着他的面说出来，只能神经兮兮的一遍遍自说自话，奢望选出一句最合适的来。蓝又薇目光转动，不情愿地落到水池边的一张体检报告上。乳腺癌晚期几个字刺得他心头剧痛，他呆呆地拿起来，久久地凝望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，晶莹的泪珠溢出眼眶，他嘴角的笑意却更深了。在他疯癫的笑声中，将体检报告撕得粉碎，丢进水池冲走了。楼下传来汽车的嗡鸣声，蓝又薇精神一振，匆匆地下了楼。沈清池半个月没有回家了，他也不敢给他打电话，只从他的助理口中打听到他最近很忙。今天突然回来，莫非是忙完了？亦或是记起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，特意回来和他相聚的？黑的流光闪烁的奔驰 A3 在院子里停下，蓝又薇心头骤缩，的确是沈清池的车。没见到沈清池的时候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想他，现在他真的回来了，他却感到无所适从。蓝又薇的手还没碰到门把手，沈清池已破门而入，浓郁的酒气扑面而来，高大的身子压得蓝又薇踉跄后退2步，惊骇地瞪大眼睛：清池，你怎么喝了那么多酒？沈清池虽不是滴酒不沾，但从来都把握得恰到好处，不至于醉酒失态。现在他却醉得站都站不稳，真不知他怎么开车回来的。佳音马上回来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沈清池捏起蓝又薇的下巴，嘴角露出飞扬的笑。蓝又薇惊怔地瞪着他那狭长的眸子，嫣红的脸庞血色尽失，吃力地挤出一丝笑：你喝醉了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沈清池猛地推开他，阴沉地怒视着他，醉意仿佛已被那森冷的寒气稀释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当初如果不是你，佳音不会走，害得我们分离那么多年，你还嫌还不够吗？蓝又薇摔跌在地上，不争气的泪水汹涌地漫出眼眶，哽咽着爬到沈清池身前，乞怜地说：他自己愿意离开的，不关我的事。清池，我到底犯了什么错？你要这样折磨我？沈清池懒得看他一眼，一字字道：嫁进沈家是你最大的错，所以你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蓝又薇心碎地摇着头：清池，我爱了你5年，你早就占据我生命的全部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沈清池忽然蹲下，鄙夷的狞笑：不可一世的蓝大小姐，居然像只狗一样在我面前摇尾乞怜。既然你这么想要，那我就成全你。话未说完，蓝又薇的衣服已经被撕开，沈清池粗暴地席卷过来。蓝又薇挣扎嘶叫，仍得不到他半点怜惜。这就是蓝又薇爱了5年的男人，每次的亲密接触都与爱无关，出于愤怒罢了。大3那年，蓝又薇父母车祸身亡，单纯的心灵陷入人生低谷。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沈清池突然闯入他的视线，用那清朗动听的歌喉把他从黑暗中拉了出来。最初的怦然心动渐渐发展到不可自拔的地步，虽然沈清池即使在辞职时都还完全不知道他的心意，蓝又薇却从没后悔过，甚至在之后找不到他的2年里越陷越深。激烈的肆虐过后，沈清池长身而起，冷漠地扫了一眼死地上衣衫凌乱气沉沉的女人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不等蓝又薇反应，他就进了洗手间，冲水声随之传来。蓝又薇从地上爬起来，将凌乱的衣衫拢好，到厨房里找出打火机。餐桌上他早就摆好灯台和蜡烛，只不过还没有点亮。无论如何，今晚沈清池回来了，
那他筹备许久的烛光晚餐就不应该被错过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点蜡烛时手颤得厉害，怎么都瞄不准灯芯。蓝佑薇执着地拨打着火机，在12支蜡烛间转来转去。每年的结婚纪念日，他都会准备烛光晚餐，可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对着摇曳的烛火呆坐到天亮。烛火终于一个个亮起来了，蓝佑薇疲倦地跌坐在椅子里，脑海中竟是4年前的事。4年前，如果他没有突然冒出来，沈清池应该和甄佳音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吧？可惜那时候沈氏面临破产危机，而蓝佑薇又刚好拿到蓝氏企业的继承权，年纪轻轻成了总裁，成为 C 城炙手可热的人物，更是所有男人梦寐以求的结婚对象。蓝佑薇根本不把那些人瞧在眼里，因为那时候他刚找到了失踪2年的沈清池。当他知道沈清池失踪的这2年里都在追求甄佳音，他哭了整整1天1夜，最后决定放弃内心深处的那份爱。偏偏在那个时候，沈清池的父亲沈明国找上门来，跟蓝佑薇陈述了公司所面临的危机，如果沈蓝2家不能联姻，沈清池将背上高达10亿的巨额债务。蓝佑薇不忍心沈清池的下半辈子就这么毁了，尽管知道沈清池正对甄佳音爱得发狂，还是答应了沈明国的要求。结婚前夕，沈明国用300万打发走了甄佳音，让他远走他乡，再也不来打扰沈清池。甄佳音二话没说，接了钱飞往美国。蓝佑薇以为他们的恋情就此结束，以为自己成了沈清池的妻子，有的是时间。结果沈清池的心就是块不会融化的千年寒冰。蓝佑薇自嘲地抽动嘴角。你笑什么？冰冷的声音响起，蓝佑薇连忙起身，呆呆的，我。沈清池不屑的目光掠过他，1分钟也不想多待的样子。蓝佑薇屏息注视着他，清池，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你能不能陪我吃一次烛光晚餐？卑微的语调在沈清池听来居然有几分可笑，他微挑清冷的眉峰，原来蓝大小姐也会搞这种花样。他脚步略微踉跄，出了客厅，蓝佑薇走过去搀住他，殷勤地说，既然你不喜欢，我这就将蜡烛吹灭，你醉了，今夜就在家睡吧。沈清池半醉，被门槛外的石阶绊得一个趔趄，猛地推开蓝佑薇，吼道，滚，不要碰我。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？蓝佑薇后退几步，腰部撞在桌角，疼得一吸气。沈清池默然前行，你管不着。眼看他又不见了，蓝佑薇急切地追上几步，别走了好吗？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沈清池晃着身子不理他，手拉开了车门。蓝佑薇嘶声道，我同意离婚。沈清池终于顿住，怔了怔，狐疑地看向他，他轻笑，你想离那就离吧，反正我也受够了。沈清池含糊的冷哼，似笑非笑，我没听错吧？刚才是谁犯贱，死缠烂打不放手？蓝佑薇迟疑的，嗫嚅，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个要求。我就知道其中必定有猫腻。沈清池鄙夷的冷笑。蓝佑薇不卑不亢的凝视他，声音悠悠的，在幽夜里听来显得那么虚无缥缈。我活了21年，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呢。我也是女人，也如别的女人一样，渴望男人的宠爱。清池，和我做半年的恋人，你就自由了，还能得到蓝氏股份，怎么样？你会答应的吧？沈清池从没听过这么诱人的条件，就因为太诱人了，才处处透露着怪异。他噙着眼，你以为呢？说完，他利落地进了车子，砰地关死车门。刚才他主动提出离婚，受到蓝佑薇激烈的抗议，他还觉得不足为奇，现在蓝佑薇爽快地答应了，他反倒不可思议地皱起眉。酒精的劲道此刻充分地挥发出来，沈清池被不可抗拒的睡意攫住，沈清池就在车里睡了一夜。蓝佑薇站在台阶上失望了一夜，冬日的露水已不是露水，而是霜花，寒霜仿佛将她凝固住了，内心那勉力维持的火苗眼看就要熄灭。
蓝氏总裁办公室。蓝佑薇拖着空虚的身子来到桌前，微颤的指尖拂过抽屉里的一份文件。电话铃响，他按了免提，助理的声音传出：“蓝总，沈董事长找您。”蓝佑薇轻笑：“让他进来吧。”沈民国的消息真灵通，他儿子的婚姻刚刚出现决裂的迹象，他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。这些年，要不是沈民国在中间调和，估计沈清池早就和他离婚800次了。而在沈董事长的劝教下，沈清池虽然巴不得将他毁灭，却从没提过离婚。由此可见，沈清池挺能忍辱负重，顾全大局。沈民国和4年前一样，头发花白，精神矍铄，进来后直接往真皮软包沙发一坐，翘起2郎腿，一手夹着雪茄，活脱脱大人物的模样。然而沈民国今天的神情不像往常那样镇定自若，语声颇为焦躁：“我不信你一点没听说甄佳音回国的消息。”蓝佑薇含笑挑眉：“知道又怎么样？我还能管住人家的自由？”沈民国道：“你管不住他，却可以管住你丈夫。你应该知道，甄佳音一出现，清池的2条腿就管不住自己了。”蓝佑薇深深的苦笑：“连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，我又怎能管得住？”佑薇，你可以的，我知道你的手段。董事长太高估我的能力了。蓝佑薇说话间，冰冷的手微现热意，在文件上签了自己的名字。那么，就交给我来解决好了。其实这种事也用不着你来操心。沈民国掸落烟灰，怅然叹气。蓝佑薇拿起文件，走到沈民国面前，苦涩的笑意浸润着眉眼：“不必麻烦了，董事长，这是你想要的东西。有了这个，无论沈清池和谁在一起，相信你都不会阻拦的。”沈民国疑惑地接过文件看了看，大惊失色：“佑薇，你这是？”一股浓郁的酸楚冲到面部，蓝佑薇忙转过身去，轻快的语声：“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跟清池离婚了。我在蓝氏的股份全都转移到他的名下。就算这些年我对他的补偿吧，毕竟跟自己不爱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也是一种折磨吧。”说到最后，鼻音越发明显了。沈民国站了起来，犹自困惑：“佑薇，你这是何苦呀？”长叹一声，走了出去。蓝佑薇拧眉反思：“是啊，何苦呢？当年我一厢情愿的和他结了婚，无论我怎么努力，都得不到他的一丝疼惜，好像一直在失去，到头来连底牌都给他了。说到底，4年的婚姻就是个把自己输得一无所有的过程。如果可以重来，如果提前知道后果，我还会嫁给他吗？”蓝佑薇执着地思索起这个问题。迎着深冬的冷风，她裹紧围巾，手插在毛呢大衣的口袋里，来到公司左侧的一个广场。广场上的植物大都已凋零，只有成排的冬青树屹立在四周，威武不屈。蓝佑薇深吸一口气，吐出一团白雾，抬手将发红的鼻尖掩在围巾里。他徘徊许久，终于掏出手机给沈清池发了条微信。一行行未读消息，看着竟有些刺眼。他自作多情的时候可真不少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打下一行字：“今晚回来吗？我等你。”半小时过去，没有回应，好像他发信息的对象是个死人。听说甄佳音要回来了，我这几天有的是时间，需不需要我替你接她呢？你敢威胁我？沈清池愤怒的模样好像就在眼前。蓝佑薇皮笑肉不笑的轻嗤一声，收起手机，转身准备回家，偏偏遇到了不该遇的人。甄佳音，沈清池放在心尖上的女人，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蓝佑薇面前。蓝佑薇怔了怔，扬起一抹笑，招呼道：“回来的比传闻要早，好久不见。”甄佳音一副我见犹怜的娇弱姿态，声音轻柔：“沈太太。”蓝佑薇顿住了想转身就走的脚步，目视前方：“有事吗？沈家女主人的位子坐得还顺心吗？”蓝佑薇嗅到了硝烟味，
回过头审夺着这个散发着玫瑰香水味的女人，她围了一条红色的绒线围巾，和那蓓蕾般清楚芳菲的红唇相互辉映，五官妆容画得格外细致，配一身黑呢连衣裙，堪堪过膝，高筒靴衬的小腿非常修长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女，怪不得沈清池见之不忘。甄佳音明显在挑衅他，高高在上的睥睨着他。蓝佑薇本想置之不理，甄佳音连珠炮似的接着说：“那个位子本应该是我的，蓝大小姐仗着家里有钱横刀夺爱，怎么样？强扭的瓜甜不甜？清池爱上你了吗？他会跟你说甜言蜜语吗？他会为你做喜欢吃的饭菜吗？会用心良苦的为你准备生日礼物吗？没有吧？蓝佑薇，他只会对我一个人那样好。”甄佳音说的是实话，蓝佑薇心如刀割，那是属于他们的美好，他只能自我安慰的奢望一下，妒忌又能改变什么？但他不愿在自己的情敌面前被数落的一无是处，不以为然的轻笑：“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这些？既然清池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离开他？倘若他知道你为了拿到500万，一声不响的抛弃了他，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只念着你的好吗？”蓝佑薇一向眼高于顶，别人打他一巴掌，他一定会打回去。如此骄傲的他，却被沈清池蹂躏了4年。蓝佑薇凄然一笑：“我的确有钱有势，拥有这些足够让沈清池娶我，名正言顺的做沈太太。你有什么？除了一副皮囊，一无所有。即便我放手，也轮不到你来做沈太太。”甄佳音气恼得热泪盈眶，娇羞的咬咬嘴唇，任凭哪个男人见了都恨不得拥入怀中倾心爱抚。装给谁看啊？沈清池又不在，别浪费眼泪了。蓝佑薇不屑道。语毕，蓝佑薇眼前的人忽然换成了高大挺拔的男人，甄佳音已躲在他身后，他一身宽大的风衣，目光冷的似能把蓝佑薇冻结。沈清池眉峰紧蹙，戒备的盯着他，仿佛在保护一件珍宝。不知他来了多久，是否听到了刚才的对话？蓝佑薇有一瞬的紧张，随即释怀了，听到又怎么样？现在夫妻关系还没解除，该紧张的是他们。沈清池目含薄怒：“谁让你来的？”“没人让我来，我自己出来散散心，刚好碰到佳音小姐。”蓝佑薇看向微微瑟缩的甄佳音：“怎么破坏了你们的好事？”听到好事2个字，沈清池脸色阴沉的可怕：“今晚我会回家，你先回去吧。”他语气古怪，好像在施舍一个吃不到饭就会饿死的乞丐。蓝佑薇什么时候卑微至此了？当着他的旧情人的面鄙夷他。蓝佑薇无所谓的笑笑：“你爱回不回，反正损失的是你，不是我。我甚至不介意你把这个女人带回家，那样我也可以歇歇。不过你别忘了，你爸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女人。”沈清池拿他爸没办法，他按住眉心，似乎在思索解决的办法。甄佳音忽然快步走过来，拉住蓝佑薇的手，委屈巴巴：“沈太太，你误会了。”蓝佑薇反感地推开甄佳音，甄佳音踉跄着跌进沈清池怀里。沈清池可能以为蓝佑薇想打他，紧紧地搂住甄佳音，反手推了蓝佑薇一把。蓝佑薇撞到旁边的水泥柱子，额头清凉钝痛。蓝佑薇惊异地站稳，回头看他们，沈清池正温柔呵护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：“佳音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”欺负？到底谁欺负谁？额头的痛越来越明显，蓝佑薇弯着身子笑出了声，笑自己到了最后关头还有那么一丝痴望，蠢，太蠢了。你发什么疯？沈清池冷冷地问。蓝佑薇认认真真地说：“清池，我需要去医院。”沈清池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，示意不远处的助理带他去。他护着甄佳音开车离开。甄佳音回过头，冲蓝佑薇得意的抿唇而笑。蓝佑薇装作没看见。他推掉了助理的帮助，直接回家冲进洗手间，呕吐了一阵，躺进了放满水的浴缸。用热水冲洗后，
伤口疼得愈发厉害。也好，分走了一部分心痛。俗话说，对敌人心慈手软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沈清池真得是他的敌人吗？他想不出答案，在床上躺了10几分钟，从公文包掏出一份离婚协议书，蓝又薇3个字深深地烙印在纸上。然后，也许无事可做，蓝又薇望着空空荡荡的客厅，下一秒进了厨房。凌晨前后，他面对着一桌子菜，静静地等着沈清池回来。热气腾腾的饭菜在慢慢变凉，蓝又薇始终没动。沈清池是个守信的人，他说了会回来，就一定会回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传来开门的声音，蓝又薇木讷地看向有声响的方向。漆黑的屋子里，沈清池摸索着开了灯，不经意扫了眼餐桌，微微一怔，走了过去。你究竟玩什么花样？沈清池炯炯有神的目光盯着他。蓝又薇从他身上嗅到雪花的气息，还有甄佳音的玫瑰香水味。他脱了外套，蓝又薇起身接过，他从背后捞过他，扯掉他的衣服，和以往一样长驱直入。冰冷的触感使蓝又薇打个寒战，体内的血液却岩浆般沸腾起来。蓝又薇低吟一声，握住他抓住自己腰肢的手，音调软得如在云端。清池，别这样，我还没吃饭。蓝又薇总是逆来顺受地承受着他的索取，不忍心对他发怒。他不想和曾经温柔的沈清池吵架，哪怕一次，尽管曾经早就已经成为曾经。沈清池停下动作，将他推在沙发上，冷漠的道：说吧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沈清池觉察了蓝又薇的反常。蓝又薇坐在桌前食不知味，饭菜冷得要命，没什么味道，他却吃得很大口。沈清池坐在沙发上打量他，良久，他不耐烦的又问了一遍：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别卖关子了。蓝又薇努力咽下口中食物，抬起头，嘴角挂着米粒。沈清池的目光扫过饭菜，他大概以为出身高贵的他绝不会干做饭的差事，有些愕然。蓝又薇不等他问，就开口解释：本来想等你一块吃的，谁知等着等着就过了那么久，你大概吃过了。算了，我也不想吃了，我先收拾一下。沈清池默然道：我没那么多耐心。蓝又薇手持碗筷的动作僵住，缓缓放下，用视线锁住他冷冽的眸光。他身上已然再也没有曾令他怦然心动的沈清池的影子。蓝又薇欲言又止，沈清池不耐烦的直接进了卧室。蓝又薇收拾好厨房里的物时，轻轻地进入卧室，沈清池已无踪影。他试探着摸进了楼上的会客室，他穿着睡袍，正侧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。蓝又薇拿过一条毛毯盖在他身上，手腕被猛地攥住，蛮横的力道将他压在沙发背。会客室瞬间充满欢爱的气息，浓郁的欢快感裹住了蓝又薇，阵阵低吟从唇间漫出。即将冲上顶峰时，沈清池低低的在他耳边说：蓝又薇，当年佳音会出国，是你从中搞鬼对不对？既然你已经确定了，还问我做什么？蓝又薇突然觉得他很可悲，在他和金钱之间，那个女人选择拿钱走人。某种意义上，在甄佳音心目中，相比于沈清池，还是钱比较重要。那时，蓝又薇给了他2个选择，一个是继续做他的竞争对手，一个是离开沈清池，抱着500万远走他乡。甄佳音很识时务，知道自己不是蓝又薇的对手，就算没有蓝又薇，他也不是别的千金小姐的对手，所以他干脆利落的收钱走人。他大概没想到沈清池如此痴情，这么多年念念不忘他，让他有了和他一较高下的底气。明眼人都看得出，沈清池的翅膀是真的硬了，他想做的事一定会达到目的。蓝又薇默不作声，沈清池猛地剧烈撞击，撞得他腹部痉挛，又麻又痛的感觉电流般窜遍全身。蓝又薇的指甲抓进沙发的皮质，沈清池突然揪住他的头发往后一扯，残酷的目光盯着他，讥嘲的口吻：
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为什么不主动滚开？为什么要给我爸逼迫我娶你的机会？你就是这样爱我的吗？蓝又微泪如雨下，沈清池没完没了，恶狠狠地翻旧账。当年蓝氏集团在 C 城只手遮天，所有人都得听从你的命令，看你的脸色。可惜啊，风水轮流转，或是尸骨无存的那一天已经近在眼前了。蓝又微苦笑着侧目看他，恐怕没有那一天了。沈清池凶狠的击撞向前，恶狠狠的，你再说一遍。蓝又微头晕目眩，喉头溢出血腥味儿，浑身的骨节好像在崩溃。他们分明是关系最亲密的人，一言一语却比不上寻常的陌生人。蓝又微用手背蹭去眼角的湿润，逼下口中苦涩，轻笑：沈清池，你忘了你们家是怎么起来的了吗？有了蓝氏的帮助，你才顺利走到今天。而且你讨厌的只是我罢了，为什么要连有恩于你的蓝氏一同毁灭？你怎么忍心？他冷哼，猛地挺直身子。蓝又微被刺激的腰背僵直，身体历历颤抖。他冷嘲热讽：今天的你好像特别娇贵啊。蓝又微有这种反应不止一次了，他却今天才注意到，而且认为那是因为他太昂分了。正因过激的身体反应，蓝又微昨天才到医院做了检查，否则也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。他不想浪费接下来的每一天。长这么大，除了单相思和结婚，他还没体验过正常的恋爱是什么滋味。蓝又微急切地想和沈清池正式的交往一次，即使他用的是虚情假意，他也甘之如饴。仔细想想，他这一生从没被人真正在意过，不知被爱为何物，所以他常常偷偷地羡慕甄佳音，羡慕他得到了沈清池那么多的爱。在蓝又微和沈清池之间，除了身心的折磨和羞辱，蓝又微也单方面地珍惜着每次被他触碰的时刻。尽管身体是痛的，心是屈辱的，蓝又微心甘情愿地任他发泄，直到他主动抽身。这次欲望得到充盈的沈清池没有一如既往的避而远之，沐浴后便坐在电脑桌前，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。蓝又微缩在沙发角歪头看他，还走吗？沈清池从不和他同床共枕，也不会再加过一个完整的夜。沈清池对他的询问置若罔闻，他抿了抿唇，看向电脑屏幕，清楚地看到上面并排着跟蓝氏合作的厂商合约。近日来，蓝氏集团频出事故，导致股价跌了一小半，厂商们见势头不好，一个个撕毁合同，眼看蓝氏将陷入巨大的危机。背后的操纵者除了沈清池还有谁？蓝又微心照不宣，但愿他此举不是意气用事。约莫过了1个小时，沈清池没有理会蓝又微，蓝又微走回卧室，取出签好字的离婚协议，苦涩地想：对不起，害你痛苦那么久，现在我放你自由。准备把离婚协议拿给他的时候，蓝又微听到他接了甄佳音的电话。空旷的豪华房间里立刻荡起甄佳音惊慌失措的叫声：救命啊，清池！他提前在我家里安插了匪徒，意图毁了我的清白，让你嫌弃我。沈清池豁然起身，不安地说：佳音，我马上过去，不会有事的。他急匆匆地下楼，在楼梯拐角和木然怔住的蓝又微面面相觑，他的目光刀子般锐利。是你？蓝又微挑眉，恐怕是他自导自演。沈清池愤愤地瞥他一眼，从他身旁掠过，他鼓起勇气拉住他的手臂，脸颊贴在他肩头，哀伤地望着他。佳音有个闪失，你别想好过。蓝又微苍凉地扬起嘴角，他几时好过了？沈清池甩开蓝又微劲，直拿了衣架上的衣服穿上。蓝又微执着地阻拦他：他在做戏啊，求你别去。一个耳光打得他眼冒金星，重重跌在地面，沈清池的身影消失在门外。蓝又微抬手按住撕裂般疼痛的胸腔，一股热流喷出唇齿，在地面溅出一片妖冶的红云。脸颊的灼痛透入骨髓，蓝又微的尊严零落成泥。
沈清池第一次打他，为了那个女人，他不屑一顾却不得不低头的女人。我当真疯了，明知道甄佳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，还自讨苦吃。蓝又微麻木的喃喃道，爬起来挨进卧室，找了申明艳的性感连衣裙，细心的穿好，对着梳妆镜一边打理浓密的头发，一边拨了助理的手机号。他想知道甄佳音的真实状况。助理小晴办事利落，没多久就传回消息，蓝总，事情办妥了。蓝又微将离婚协议装进包包，挎在肩上出了门，开车来到和小晴约好地点。蓝总，甄佳音已经在医院了，目前有沈先生陪着。小晴将蓝又微迎下车，简单的陈述了一遍情况，威逼甄佳音的匪徒一个都没走脱。经过盘问，幕后黑手果然是甄佳音自己。蓝又微红唇微翘，通知沈董，让他尽快赶来。小晴答应一声，立即给沈明国打了电话。沈董说10分钟到。小晴道。蓝又微对着化妆镜里的自己微微一笑，她有一张标致且富有气质的脸，美的不可方物。她自认为比大多数女人都要漂亮，事实也的确如此。见过她的人都会赞一声真漂亮。蓝又微合上化妆镜，和小晴一前一后进了医院走廊。病房里传出的慌乱嗓音使蓝又微顿住正欲敲门的手。他一见到我就认定我威胁到他了，还说我不要脸勾引你。他虽然没说出口，但他的眼神我永远都忘不了。他要毁了我才罢休啊！沈清池极其轻柔地劝慰他，别怕，我会替你主持公道，你安心休养，等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幕后主使真是他们，我会让他给你赔罪。沈清池哪来的自信，让他给他见即便真是他做的，他也绝不会认错。他以为他蓝又微真是什么人都可以欺软，莫非他辅助他惯了，让他本能的以为无论让他做什么，他都会毫无条件。蓝又微推开了门，不卑不亢的笑着，没错，就是我做的，需要我磕头赔罪吗？甄佳音一见到他就抱头尖叫，眼中满是惊恐，好像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一样。沈清池连忙护住甄佳音，让她在自己怀中得到安慰。甄佳音紧紧靠着他温暖的胸膛，眼中仓皇渐退，一遍遍的抽噎着。清池，清池，我害怕，别让他过来。沈清池心疼的抚摸他的脸，别紧张，佳音，我会保护你，再也不让你受伤。沈清池看向蓝又微时，又是一副冷若冰霜的神情，厉声道：“你没看到他很讨厌你吗？还不快过来！”他和甄佳音在一起时，蓝又微无疑是勾引。蓝又微想到了离婚协议，淡淡的说：“你出来一下，我有重要的东西。”甄佳音惶惶不安地抓着沈清池不放，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沈清池睨了蓝又微一眼，拿过来。蓝又微僵持着不肯上前，在甄佳音面前掏出一封信，绝不。可他还是走了过去，想推进的注意力，最后看着曾经让他爱的女婿回来的突然间，甄佳音将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朝蓝又微的脸泼来，蓝又微慌乱的惊叫一声，左右踉跄，捂着脸痛的说不出话，旁边稀里哗啦水一通，他也看不见撞翻了什么，摇摇欲坠之际，手臂落入一个人的手心。蓝又微失措地盯着沈清池，发现他冷静的目光在这一刻极为肃穆，他摸不透他怎么想的。他罕见地对甄佳音哼了一声，拉着蓝又微快步走向急诊室。从冰冷的医疗器械光亮表面，蓝又微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，额头的伤本就狰狞，烫伤更是从左眼下方延伸到下部。他惊恐地吸了口气。医生给他清理伤口，酒精和药膏碰到伤处疼得他几欲逃走。沈清池忽然握紧了他的手，微微急促地说：“别动。”他的手凉凉的，蓝又微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。他望着交握在一起的手，来之不易的暖意在心头荡开，轻轻地喊：“清池。”沈清池轻轻地应了一声。蓝又微仿佛重新看到希望，
依恋的恳求。我相信你会带兰氏走得越来越好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字，只差你的名字了。我希望在你签名之前和我交往一阵子，好不好？沈清池愣了一下，不解道：以前的你宁死都不离婚，一下子做出这么大的让步，我很好奇，你打的什么主意？蓝又微痴痴的重复：好不好？近乎哀求。面对他的时候，蓝又微总下意识地降低自己。他的手骨节分明，力气很大，质感特别舒服。蓝又微真想就这么和他握一辈子，哪怕这是一种束缚，也在所不惜。沈清池突然松开了，愤怒地板住他的双肩，嗓音醇厚却暗含冰霜。但凡是个女人，我都愿意和她交往，但你蓝又微是个例外，你就别做梦了。蓝又微瑟缩了一下身子，不安地垂着眸子，嘴唇颤抖起来，内心已然溃不成军，失控的情绪似乎就要爆发。沈清池仍然在一旁看着医生给他上药包扎。蓝又微憔悴地笑了笑：清池，我好痛啊。沈清池疑惑地皱眉。蓝又微一鼓作气：这里痛，这里痛，这里也痛，痛得快死了。你是不是认为金钱可以成为一个人的铠甲，刀枪不入？你是不是认为我有了钱有了地位，无论受到怎样的对待都不会感到痛？当初我也以为我足够坚强，有足够的财富建造帮我抵御攻击的堡垒，可是我错了。你也错了，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就注定要做个没有盾牌的人。你对我那么好，帮我抵挡所有人的冷眼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手中唯一的盾牌或者利刃，只是我没想到你会反过来杀我。沈清池脸上满是震惊，清冽的双眼宛如星月。蓝又微认真地凝视他，冷不防地听见他问：你为什么一定要和我交往？蓝又微瞥了眼墙上的挂钟，沈明国差不多该到了，他失去眼角的湿润，振作精神。沈清池，我会把蓝氏过到你的名下。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摊在他面前，我就当做了一场梦。签字吧，从今以后你就自由了。沈清池盯着协议书，握住他肩膀的手突然收紧，他痛得呼吸一滞，笑眯眯地说：我不想再跟别人争你了，这场长达4年的拉锯战，我认输，签了字，和你的甄佳音逍遥快活去吧。别犹豫了，蓝又微漫不经心地笑道。沈清池从未见过他如此模样，他不应该这么潇洒的。离婚协议书更不应该由他放到他面前。他拿起那一沓纸，认真阅览一边，无疑的抬眸：真的不要蓝氏了？不是不要，是送给你了。蓝又微笑的轻松。不知何时，帮他处理伤口的医生已经离开，他走过去把门关好，说：我只要1000万生活费。沈清池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，沉默了许久。蓝又微将笔递过去，他过了好一会才握住，干练地签了字。到底是签了，蓝又微扬起的嘴角显得那么勉强。这是他希冀已久的时刻吧？以后连陌路夫妻也做不成了，甚至再也见不到彼此。蓝又微收好离婚协议，告诉他委托方律师办的事，当然不包括请他到他墓前轻歌一曲。走出去之前，蓝又微迟疑地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他的表情平淡如水，他顿时有种释然的感觉。自由了，沈清池，你自由了。蓝又微暗自念叨。轻轻的你走了，正如你轻轻的来，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沈明国急匆匆地赶了过来，沈清池正陪蓝又微往甄佳音病房走去。沈明国赶过甄佳音很多次，谁料这女人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总阴魂不散地缠着他儿子。此时也是气急了，冲到甄佳音病房里，沈明国疾言厉色地质问道：我儿子鬼迷心窍，才会被你骗得团团转，你自导自演了一场好戏，还装得煞有介事。如果你跟我保证以后不再缠着清池不放，我会推荐你到娱乐公司，以你的演技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混个影后。甄佳音又羞又恼，怯怯地说：叔叔，你误会了。误会？你跟那些黑手会面的监控记录就在我手里，你休想栽赃给佑薇，就算他们离婚了，也轮不到你来当沈家儿媳。
蓝又微悄然打量沈清池的反应，他神色如常，好像早就知道事情真相，但并没戳穿甄佳音，还温言润语地安慰他。也是啊，他低估沈清池了。沈清池现在可是手眼通天的人物，甄佳音这点伎俩，他怎可能看不透？蓝又微还想拆穿甄佳音的假面具，不惜搬来他爸爸，想来却也可笑。他忽然逃也似的跑了出去，街道上落了一层雪花，几点寒凉如玉的冰雪贴上他的脸颊，贴着纱布的伤口被浸湿，灼痛感蔓延开。他下意识的扶额，指尖染上了猩红，如雪中红梅。小晴在后面喊他听不见似的，隐没于成双成对的人群中。人们都撑着伞，或戴着帽子，嬉笑自若，踏雪而行，别有风味。蓝又微呆若木鸡的径直走着，雪落在他的头发上，衣服上，他并不觉得寒冷。对面跑过来一个手拿风车的小女孩，喜不自胜地跟在一个高挑的男人身旁，蹦蹦跳跳，有说有笑。蓝又微驻足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沈清池，温和地问他：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我没有家。他说：那你就暂时跟着我，我带你玩。他笑得天真烂漫，我想听你唱一首紫丁香开过的地方。没问题，他轻唱起来。他走出校门后，蓝又微就没勇气继续跟着他，总是远远地看着他，直到他消失。看不见他的那一刻，他怅然若失。他第一次体会到喜欢一个人的滋味。他跟着他，从阴霾走向光明，又从光明走向无底洞。蓝又微软倒在人丛中，好像有人接住了他。他甚至看到那人的模样和沈清池一样，还用沈清池的嗓音呼喊他：蓝又微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